江南有一宝地，水韵丰饶，园林精巧，有古色古香之意，春花秋月之景，更有乾隆爷留下江南最爱停留之地。千年古城，诗词歌赋，实为广陵。说到这儿，你大概已经猜出是哪里。陆牧说：“春风十里扬州路。”李白道：“烟花3月下扬州。”天下3分明月夜，2分无赖是扬州。诗词歌赋中赋予了它无尽的美丽，让人多了很多无穷的想象。那我当然不愿意只停留在想象。3月的扬州，春水相融，柳丝曼妙，暖风拂过万千草木，便有了眼前这色彩缤纷的盛景。夹岸柳鱼藏水榭，谁家应念占花楼。瘦西湖的春光已然洒满整座园子，柳枝漫漫，一波摇曳，灿若云霞。精巧别致的亭台楼阁引入进粉色海洋里，别有一番意境。河源的顶流白玉兰盛开，依兰傍水，淡雅如其名。它悄悄盛开，我恰巧路过，便留下了足以让我回忆很久的记忆。游走其中，驻足回望，此刻我只是一个江南女子，步履轻巧地欣赏这旖旎春光。我想到了那句“江南无所有，聊更一枝春”。我们到河源了，是的，现在是3月15号，玉兰刚刚盛开的季节，对，已经开了8、9成了吧，特别好看，人特别多，这还是找人呢。而我最想推荐给你们的是这条免费的樱花大道。当道路两旁的樱花树被花朵铺满，属于扬州最极致的春天就来了。不敢想象住在这里的人每天出门心情得有多好。起初这条大道上只有日本奈良市民中日友好协会成员为了纪念鉴真大师共同捐赠的几株樱花，后来经过扩种便有了现在的规模。而这条樱花大道的尽头便是鉴真图书馆，是为了纪念这位先后6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高僧鉴真。看我们后面就是鉴真大道的樱花，对，完了远处还有个鉴真法师的雕像，超级好看，这是我见过最密集的，就是道路两边的树，对，4排，至少4排，中间看中间一对就2排，两侧都有，好漂亮啊！这个花我要把它吃掉喽。好吃啊！当绿柳红花染遍这广陵城，谁来不叹一句好一幅江南春景图。人人都说江南春光好，但其实江南的秋景也是不能错过的存在。去年的11月底，我在扬州待了10几天，深度感受了一次秋日里的扬州慢。秋天的扬州对比春天可以说是旅游淡季，虽然游客不多，但是摄影师们很卷，所以基本我们去的景点都是起了个大早。对北方来说11月底已经入冬，但对江南而言，最深的秋景才正要登场。如火的红枫，金黄的银杏，色彩斑斓的各种草木，水波摇曳，游船如织。站在这里，我总想起李相夷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倒也是个不错的结局。若是能过上心中所想的生活，那倒也不错。刚刚还在说上错花轿嫁对郎，然后这个汉服体验馆放的就是这首歌，感觉儿时回忆一下子就出来了。
如今我们只知道它叫瘦西湖，却不知道它原名宝障河，为京杭大运河的扬州段支流。据说乾隆年间的诗人汪沆来此惊叹，眼前这风景不亚于西湖，便写下了垂柳不断阶残无，燕翅虹桥演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这个名字当之无愧。走过回廊画舫，穿过假山石桥，遇见晴云临水的白塔，路过杜牧诗中的24桥明月夜，微风时不时扫过你的耳畔，落叶时不时飘散在你身边，绿柳浮动，光影交错，描绘出一幅又一幅绚丽的画卷。也难怪乾隆爷巡游江南6进6出，就只说现在立于眼前的风景，让人怎么能不爱？闲云出岫，千重醉，一株丹青描山水，乍至陆地轻轻吹，斜阳雨流，却被露刺催。彩蝶绕指沾露醉，笑说明月万年悲。肌肤渐凉，日满眉，难留当年9岁。君欲归，桃花飞。我们身后这个藤花树太美了，特别美，尤其这个季节是五彩斑斓的，配合着这个假山水，还有这个瀑布，是吧？太美了。继续逛吧。来扬州怎么能不吃淮扬菜呢？我们现在就要去吃这个扬州狮子楼，然后里面有一道名菜就是狮子头，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这个店竟然在扬州大学学校里，刷个身份证就可以进，走吧。大煮干丝，这个汤看着就很鲜。真的好鲜美哦！这难道是鸡汤吗？好好吃，很符合我的口味，巨细，有没有？这豆腐切的，我的天，这个狮子头这么大，裹满了酱汁。像一个巨大的肉丸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扬州炒饭了，这是必须得吃的。好吃。扬州美食也真的好多哎，啊，好喜欢吃，就是好占肚子。我们这个特别的滑，也很鲜。Hello， 这是新的一天，我们现在起得特别早，因为我们要去吃扬州早茶。这家呢叫趣园，特别的火。对，我们昨天晚上直接把车停到了这个趣园的停车场，大早晨就直接过去拿了1号，大概是18号。这边我们工作日早上来人不是特别多，直接过来就可以试，应该是。它是早上6点半开始叫号。对，走，快点出发吧。早晨外面还有点冷，我们取了个号，在这等一下，很快就到我们了。这里面古色古香的，在中式园林里吃早茶，这种感觉一定很好吧？喝热茶还挺舒服的。这个是2笼的，一样的。先吃个烧麦吧。这个烧麦是蔬菜，我还是更喜欢吃肉的烧麦，这个肯定好吃。
这个甜甜的，这个好吃，满满的汤汁。蟹黄汤包，先喝汤。好浓的蟹味儿。我们吃完喽。对，雀儿早餐我们就吃完了，完了。对，然后我们团了一个套餐，150多。对，东西还挺多的，对。所以我们还打包了一个千层油糕。千层油糕这边味道吃完感觉还可以，就是但是也没有特别记忆点，就是。但吃的时候只觉得挺好吃的。对，完了环境挺好的，就第一次还是去这种有点中式园林风格的餐厅里吃。中式园林向来是框景写意的天花板。亭台水榭，山石花草，这一窗一画，一步一景，促成了景观和诗意的完美融合。眼前这棵玉兰在春天花开满枝，到了秋天也以一种新的姿态为这座园子增添色彩。而旁边这颗红透了的鸡爪器也变成了这个季节园子的主角。这个时候真的随意框景都是一绝。楼下的红枫真的是超级红，其实秋天也是赏园林的最好时间。整个河园虽然不大，但却同时拥有了中式园林和民国风洋楼建筑，还有特殊的复道长廊，形态各异的曲颈门窗。作为扬州典型的园林代表，更是被誉为晚清第一园。这座园林也是曾经众多电视剧的取景地，比如《红楼梦》《还珠格格3》，还有让我少时初闻扬州这个地名的《上错花轿嫁对郎》。这部剧属实是我心中古偶天花板。找到了剧中的打卡地。河园我们就逛了，感觉大户人家就少，里面景色特别好看。是的，可别致了。我本来以为园林应该一个个人家园林应该比较小，但实际上还是很大，尤其是它一半中式一半西式。我们去吃个饭吧。我们先吃个饭，吃完饭之后下午再去逛一下个园和东关街。扬州的景点大多集中在广陵区，基本步行或骑个小电驴都可以到。在离开河园去皮市街的路上，意外发现了一个迷你园林2分明月楼。它真的很小，以至于做攻略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推荐它。这样不起眼的小门坐落在热闹的皮市街，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真的有一种大隐于市的感觉。而它正是取自天下3分明月夜，2分无赖是扬州的2分明月，倒也小巧精致。即使我在烟花3月又进来了一趟，也是游人极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自然景观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追求山清水秀、松竹雅静。中式园林在设计上也常常以山水石植为主要元素，通过山石的堆叠、溪水的流淌、植物的点缀，营造出一种富有雅致韵味的空间氛围。比如坐落在东关街里的个园。如果说河园是中西合并的独特园林，那个园就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山水园林，是清代扬州盐商的私家园林。个园中最大的特色便是4季假山，在面积很小的园子里开辟了4个假山区，分别以春夏秋冬命名。而它之所以名为个园，是因为后来的主人黄志军酷爱竹子，在园中种植了大片竹林，各自乃竹子之伴，故取名个园。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自古被赋予清风亮节意义的竹子，倒是让这园林多了一些个性。秋天的园子中，竹林松柏依旧苍翠，枫叶也被映染为橙红，晨光透过缝隙洒下来，本就人少的个园也显得更加宁静祥和。个园我们就逛完了。对，这里主要看假山，还有竹林。对，然后这边有个4季假山，春夏秋冬。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它好像就是冬天在里面可以取暖，完了夏天可以在里面乘凉。是。刚才有个讲解说，夏天他们会用
木箱子装冰，完了放到那个假山里面，就是刚才我们下去那地方，那里没有冰都够凉了。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去了。走吧。出去就是东关街。东关街还有10公尺，瘦西湖也在这个边，都很近，其实。走了。而关于秋景，必然少不了银杏树。10公祠有2棵古银杏，在12月初金黄耀眼，枝叶如瀑。10公祠的银杏实在是太茂盛了。还有西方寺，院中有一棵700多年的银杏树，算起来是南宋时期了。感觉有点意外之喜，看到这么大棵的银杏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扬州八怪纪念馆，可以来这里一边赏字画，一边观秋景。扬州的秋天人少景美，清静闲适，也许这时候才能感受什么是真正的扬州慢吧。扬州也不只有江南园林的娇俏，运河流淌的更是自古流传的聪颖智慧。而扬州本身也是一个因水运兴起的城市，大运河博物馆是我强烈推荐的一个地方。首先从外观来说就非常有设计感，主展馆一个大大的船形，一座唐风高塔立于船旁。内里展馆众多，从各类运河相关的古代展品到现代科技展现的数字展馆，让你以不同的视角感受牵连运河的前世今生。3号馆的9四街巷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运河沿岸的繁荣景观，好像真的见到了李白笔下盛世繁华的广陵城。在这里还可以体验一回非遗七扇，来大运河博物馆体验一下非遗七扇，加点金丝。这样转着放下去是吧？对，一边转一边下啊，来，对，转下，哎，对，好看，还可以，这转的很棒。没有往下沉，所以没有满。哦，没有满呢，不过没关系。转的时候往下转到底。我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那种颜色。那我开始了啊。是真的多了一个，没有。这样垂着，对。好看吗？这个3号馆人好多，就像一个小集市一样。年少时总觉得博物馆多无聊啊，可现在每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博物馆变成了我一定会去的地方。我在这里真的看见了泱泱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感叹、庆幸、自豪。而现在各大博物馆的一系列布展创新频频出圈，也在无形中吸引了更多的人走进历史画卷中。过往牵连的繁华历史并未消失，它们被如此精心的收藏保护起来，用完美的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我做的2把非遗的扇子，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可能就有一点点瑕疵，比如这个没有铺满，这个我在里面看颜色比较重，但其实拿出来之后发现很好看，尤其在阳光下。这个色调呢是敦煌色系的，这个就是比较淡雅的蓝色。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扇子哦。扬州早茶文化似乎是来扬州游玩必体验的一个项目。我们除了去趣园，也来了四望亭旁的怡园，味道我认为都还不错。而关于扬州的美食，大部分好像和水有关，比如我们去吃了2次的藕园，真正的体验了关于藕的美食有多少种。是不是全藕宴？今天这一餐叫做论藕有多少种吃法。另外一个和水有关的是蟹，无论是早茶中汤汁浓郁的蟹黄汤包，还是肉汁满满的蟹黄拌面，有点坨了呢。这个面刚才我们的镜头起雾了，我们就等了一下，结果把面给等坨了。现在要把这个蟹黄倒进这个碗里，先都倒完吧。
如果不喜欢吃这个螃蟹呀，可能会觉得有点腥。但是还给了一点醋，腥的话可以倒进去。尝一口吧。特别鲜。就我之前不爱吃螃蟹，是因为觉得吃起来太麻烦了。但这种全都掏好的，就觉得很方便，就还是很好吃的。还推荐一家稍稍有点重口的福星。一上来我就闻到味道了，这热腾腾的。竟然不臭，还挺好吃，很香，我觉得肯定很下饭。还挺好吃，竟然是我喜欢的口味，有点重口。扬州这座城，无论是饮食和景点，可选择的地方都有很多，而这里似乎可以满足你对古时繁华江南的大部分想象。